千州啊，你这是？你们砍！吴老三想干嘛？内四伯，现在是我想干什么吗？县主杀了人，这么多人都看到了，你说现在该怎么办？出什么事了？我赶来的时候，马超翻在路边，卢正廉正准备逃跑，他为了保命想要招供，车夫就把他推到了我的肩上，最后又抹了自己的脖子。这说法可信度有几分？别杀我！是我摸的事我全知道，饶我一命，我全告诉你，我全说。杀人了！如果有人能为你作证，8分，可是我没有。那边只有1分。带我去大理寺吧。这不行，案子是内卫先发现的，要去也该去内业局。行了，此案重大，上报圣上。内四伯，押嫌犯李佩仪进宫面圣。我的救星来了。我们时间不多，秀红楼的工人中一定有人知道客人的身份，要尽快找到那份名单。圣上不是让你去查卢正廉被杀的案子吗？你怎么查起秀红楼来了？陷害你入狱，就是为了阻止你调查秀红楼，因为那个案子里面有令他们害怕的东西，只要那份东西在我们手上，他们就会因为恐惧而说出真相。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你觉得谁会执行？如意，我知道你是太史局官员，我也喜欢星星，但星星离我太遥远。小时候，我阿娘就教我，把手握成这样，顺着这个小孔，就能看清了。在秀红楼的每个夜晚，我就是这样看着星星，想着我的阿娘，才熬过来的。我也没看错你。等我。别灰心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从不安慰人。娄愁已经没救了，你却安慰了他。星星消失了，顺着轨迹还能找到，可是人死了，却回不来了。还要查吗？当然要查。
含笑桃枝已经被他们害死了，或许还有别的已经死去的女子，连名字都没有留下。如果连我都不查下去，还能有谁为他们讨公道？那我便陪你查下去。卢正廉认定，只要什么都不说，就只会落个侠妓或者强奸的罪名。但含笑是长期受他虐待而死，一旦沾上人命，他定会交代些什么来保命。我有办法。我也想到了一个法子。谁？是我。这是你手臂上的伤还未结疤，无法指认卢正廉。我娘喜欢调药香，还喜欢用药香熏灸。有些药香色重味浓，熏过之后皮肤会被染色，需要一些时日才能褪去。新长出来的皮肤娇嫩，比原有的皮肤更容易着色。熏伤之后，应该就能看见伤口的轮廓了。那快开始吧。这是什么？刺青的药水。县主又想干什么？按照原来的伤口把皮肤划开，倒上刺青的药水，就能看出伤口的形状。然后呢？然后就能指认卢正廉了。那你的手臂呢？就打算一辈子戴着这个刺青？也没什么不可。你不要跟我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道理，我阿爷阿娘都死了，他们不会怪我的。对于县主来说，查案大过天，比你的身体，甚至比命都重要。如此兢兢业业，义无反顾，萧某自愧不如。可若县主受了伤，有新的案子要查，又将如何？我自有分寸。县主的分寸，不过是一向独行，不愿麻烦任何人。这样不好吗？简单直接，能最快得到答案。县主可曾见过流星？当然。那县主是否知道，流星为何会从空中坠落？星辰若要沿轨道运行，不光是只靠自己，而是被周围的星辰所牵引才能安稳运行。若是没了那份牵引，便会从空中坠落，被烈火燃尽，化为齑粉。县主既找我协助探案，那我便是那颗牵引着你的星辰。不光是我，内思伯、五人、顾思止，还有许多人，都与县主相牵引。县主往后不必再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查案，我作为你的同僚，也会帮你想其他的法子去解决问题。你受伤，是我的失职。多麻烦。我不怕麻烦，因为星星之间是相互牵引的。既如此，我还有一件事想问太师长。当年我在宫中落水时，你真的没有在附近看到什么人吗？县主落水时，周遭只有我一人，宫人内侍都居于湖对岸。但我可以确定，我是被人推下水的。若我看见凶手，是绝不会隐瞒。就算落水的不是县主，我也绝对不会让凶手逍遥法外。好像有点烫。不会熟了吧？抱歉。
个机会同阿耶说说话，今日难得，女儿也想将心中的话说说，不然日后恐怕就没有机会了。婉顺命好，能成为圣上的女儿，可婉顺福薄，18年来。只让阿耶看到了3次。第一次，我尚且年幼，阿耶查看皇子公主的功课，赞我有才情，我便用功读书。从那以后，再也没有机会让阿耶看到我的功课。第2次，圣上寿宴，我为阿耶绣了《龙腾四海图》，阿耶大为赞赏。终于想起有我这个大漠舞姬的女儿，我便精进绣功。公主，公主的绣功愈发精进了，今年春搜之前送给圣上，圣上一定开心。可我的绣样再也没有机会拿到阿爷面前。第3次，便是这次婚。这或许是我作为圣上的女儿最好的归宿。不过还好，阿爷，你该不会再忘记我了。皇上，皇上，佩仪，你太傻了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这样的话，就没有人能再逼我做我不想做的事了。别装了，哪有人一直盯着一朵花看呢？圣上没看到你，那几个宫人们也没看到你，就摔了个跤嘛，别在意。不过没关系，
我都完完整整的看到了。圣上让我送你的。你既已绣好那幅骑马图，何不提前告诉我，也好让我帮你在春搜前送给圣上，圣上定会召见你。绣得不好，下次吧。这对金串最为漂亮，你我各一颗。希望有朝一日，我们还能再相见。爱似晚顺的，林宁算是一个，崔曼书算一个，我算一个。还有什么？圣上，县主连日为破案奔波，今日又痛失姐妹，悲痛过度，请圣上准许，让县主休息几日。圣上体恤，县主好生休息，近日不要到殿前去了，以免触景生情，睹物思人，再伤了身子。圣上吩咐的事有眉目了。进前讲话。这纸是在宁远公主那里找到的。婉顺一定是受了林宁那逆徒的蛊惑，才想出这样的昏招。林宁在宫中行走方便，将密者送到宫中，绝非难事。如今婉顺薨逝，可算是应相了。臣不敢妄度天意，不过看来此事并未牵扯前朝，圣上不必忧心。
婉顺用命才能逃过的这条路，终究还是有人要去走。有一事，我得向县主坦白。那日宴席前，我见过15公主。见过公主。太史丞，我有一事想请教。臣不敢。太史丞觉得，天上星是否真的能观人间事？臣只知，星辰不会引发纷争，人却会借星象生事。那在太史丞看来，上元节这番风波，到底是有象在先，还是借象生事呢？事有因果，物有本末，公主安好才是最重要的。太史丞都知道了，看来太史丞并不信命。臣相信，只是我等凡人，只有在命中之时，才能看见命运的模样。多谢太史丞。太史丞看到那封密折了，想必也料到此事是我与公主同谋。我的确在公主府中找到了与密折有关的线索，但仅凭公主是无法将密折送到圣上书房的。可惜圣上就算看到如此恶兆，依旧没能转还心意。恭喜太史丞！何来恭喜啊？太史丞当初从意助我查案，也是想借此机会帮圣上找到呈送密折之人吧。如今公主案告破，太史丞想查的事也水落石出，岂不可喜可贺？圣上认定此事，一切皆是凌宁教唆公主所为。太史丞，律法和情义如何兼得？法者，知之端也；君子者，知之远也。我虽乖张古怪，不是君子，应该也算不得小人。我对县主并不了解，无从判断，也无意指摘。耕地者有耕地者的心，深宫中有深宫人的奶。我不过手些密室傍身，耍些聪明伎俩，这儿些偏爱才从地上站起来。婉顺是另一个我，一个没能站起来的我。圣上已下令厚葬15公主，谥号赵思。圣上还是爱重15公主的。因为我都知道，何为爱重。采银波而登霞溪，掩浮云而上阵。幸好，他已经去了他想去的地方。太史丞不是什么法理无情之人。我知道那日从寺庙回来，你没有去面试。
县主，县主。这案子只能我来查，如今有些眉目，不需多时便能查明真相。若交给旁人，我无法安心。一提起查案，你就是这样子。切记，别伤了自己，别再出人命了。毕竟这件事情闹得动静实在是太大。圣上千万别将此事告诉淑妃娘子，九娘横死，娘子已受重创，切莫让她再为我担心。待我将凶手绳之以法，我再去探望娘子。县主，算我求你了，你下次千万别不打招呼就做这种事儿。这次多亏太史城了，不然我就要跟你上坟祭酒了。你放心，我命硬得很。我每天都觉得脖子上的脑袋在打晃，不知道哪天就掉下来了。那就让太史城给你卜一卦，看看几时寿终，给你个踏实。太史城比我还害怕你死掉呢，哪还有心情卜卦？我死了，你就可以回太史局，怕什么？我怕不能完成县主的性命之托。我信得过太史城。我信不过自己。太史城来内业局，不会就是想来看看我死没死吧？是这个案子的凶手。你也察觉到了。按照周贺兰的说法，崔曼说设局谋害15公主，动手的应该是袭击你我的那个黑衣人。如果黑衣人以崔曼说是同谋，为何会突然对他起了杀意？如果是同谋反目，黑衣人点火后躲在舞台下，之后混入回纥王子队伍出宫，先是偷袭你，再回到内侍省杀死刘德义。若是再去延寿坊杀死崔曼书，时间上根本就来不及。杀死崔曼书的另有其人。但如果有人杀了15公主，而另有一人在为公主报仇，那3位贵女以崔曼书沆瀣一气杀死他们的，就可以是同一人。以你对公主的了解，什么人会为她报仇？如果可以，我希望那个人是我。找到凶手，也是在为公主报仇。崔曼书身上的伤口极深，而且刀口是斜向下刺入，说明凶手比崔曼书要高，力道很大。凶手能找到延寿坊小院，应该很清楚公主与崔曼书之间的恩怨，能如此决绝地为公主报仇，若非终身死士，便是情深意重。县主余毒未清，还是先休息吧。
找到凶手，为公主报仇。你说的。县主总是这样以命相搏。在关心我。好不容易把你救回来，我不想是一场徒劳。太史丞昨日在周贺兰面前维护我，还没跟你说谢谢。那周贺兰口出谎言，妄议县主父母是以下犯上，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。看来端王府的事，太史丞也知道。15年前，端王府惨案震惊朝野，彼时我虽已入太史区修学，却也有所耳闻。不过周贺兰倒也没有说错，我无父无母，确实不知道阿爷阿娘被别人捏在手里是什么滋味。太史丞，请看，昨夜戌时，九娘离宫后直接回到了府中，中间未作停留。回府后，可曾外出？崔九娘昨夜戌时回到相府，却于严守方被害。严守方与相府相隔甚远，若九娘未乘马车外出，那便是被人从相府掳走，带去严守方的。右相府守卫森严，断不可能有人强掳深闺娘子。昨夜九娘坐了谁的车？老实交代，否则美人50鞭。是我送九娘去的延寿坊。入延寿坊之后，九娘便让我把马车停到一处宅院外，便下了马车。之后，便让我径直回去。那小院中，可还有什么其他人？漆黑一片，应当是无人。这一路上，尤其在延寿坊中，可见到一个独行的男子，身高6尺，身材魁梧。并未见过。九娘上马车时，穿的是什么衣服？啊，黄色襦裙，外加一件花色皮袄。可带了包袱啊？未带。这丫头笨嘴拙舌的，怕说不明白。县主有什么话，问老奴便是。你的意思是，县主听不懂他们说话，还得你帮他？老奴不敢。昨日是你伺候九娘的。是。近来他可与什么人交恶，或是有私情？回县主，下人不能妄议主家是非，否则会被赶出相府的。这是查案，不是议论是非。县主，小奴真的不能说。不能说，那就是知道了。我不知道。好，各位姐妹，起来吧。去请嬷嬷进来吧，告诉她，姑娘们都说得很清楚。是。求管娘子开恩！求管娘子开恩！奴婢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也真的什么都没有说。若是被赶出相府，奴婢就只能去西市影子药家那种地方做帮狗，那奴婢就真的没有活路了。求娘子开恩！求管娘子开恩！
查到了，是宅子原本属于本地一富户分出去的数字，这数字短命，宅子就空了，没人敢住。后来一主给了一个胡商，我们好不容易查到那个胡商，又说已将宅子租赁给了一个叫郭华的将士了。可找到郭华了？没，但是，我把契约从胡商那里拿来了。你们就没要完引子吗？等你呢。你人真好。娘子，给我来碗引子。好嘞。右相府的姊妹让我来寻你。崔九娘上伤了。娘子坐吧。他是怎么死的？凶杀。老天有眼，真是罪有应得。我叫丽娘，我这张脸便是拜他所赐。我阿娘还在家等我，你不是说我唱完曲就放我回去吗？哎呦，你瞧这小泪珠，我见犹怜，干嘛要走啊？这多煞风景啊！你就让我走吧，我肯定什么都不会说，什么都不会做的。哦，那你走吧。谢谢观音，谢谢。师爷辛苦了，杜县尉说这个小丫头就给您慢慢享用。正宫清风俊杰，忠义双全，呼呼还在。变白衣为黑时，刀上一微霞。凤凰在怒兮，居无山屋。同绕于世兮，一概。县主，此人如何处置？你用的什么熏香？家母所配，我也不知。你方才说自己叫什么？太史局太史丞萧怀瑾。令尊可是太子太傅萧文渊？是。宴席期间为何离席？身子不适，前去更衣。更衣需绕行那么远？久未入宫，一时迷了路。案发之时，你人在回廊。刚好经过，可看到了什么？看到药叉从空中飞过，还未看清，便被禁卫拦下了。单同志，松烟墨，纸张焚烧，烧过什么？
带下去，看好了。是。县主若想破案，不妨去寻石上火与木下金，挂中有乾坤。装神弄鬼，带走。是。如意阁上有情况。果然，和我预想的差不多。这是固定药叉用的。嗯。为了装神弄鬼，还真是没少费功夫。蜡油、丝线。果然，原来就是这个将药叉风筝拽过来的。对面蜡烛燃尽，固定风筝的丝线崩断，这里的机关就立刻被触动。有人处心积虑，想要晚生的命。若想要药叉在公主跳舞时升空，不光要知道宴会的流程、公主出场的时辰，而且还要提前布置好装置，并且在适当的时间点燃蜡烛。凶手必定能在宫中自由走动。屋顶上的蜡油差不多半个时辰就能烧完。事发时，宴会进行了约3刻，所以说，凶手必须要在宴会开始前1刻左右就布置好装置，并点燃蜡烛。宴会开始时，我曾在那处阁楼中看到过太师城。从如意阁顶到县主所说的位置，就算是身手了得之人，也至少要2刻才能赶到。所以说，不会是那太史城。不是他。如意阁顶是石上火，这里也确实有木下金。那个太史城靠卜算算得这么准，他一定看到了什么。劳驾，给我笔墨。风筝着火冲向舞台，然后点燃宫灯。不，药叉着火是用来装神弄鬼的，舞台上的火才是用来杀人的。宫灯并非风筝引燃。是火药。这火药杂质极多，不像是官家配备，应该是私造的。所以，点燃舞台的时间也是提前计算好的。可宫灯分布在舞台四周，如何同时引燃呢？县主，刚才那位被带走的太史臣让我把这个交给你，他说可以助县主破案。县主破案还用得着他帮忙吗？我替县主看看，他要耍什么花样。
灯是在舞台下方被引燃的。凶手在舞台上的每盏宫灯下方都引出一个碾子，将碾子聚拢，在风筝升空前就计算好了时间引燃这些碾子，随后宫灯爆炸。凶手对时间的把握还真是精准。里面都是石板地面，只可能在暗门外的土地上留下些。老大，我错了，我再去找找。不用去了，他们一直在附近搜查，血印早被踩乱了。那我找人把这半枚血印踏下来。我懂了，这画中展示的就是暗门所在。县主，你看。这个太史城有点东西啊。走。县主终于来了。跟我走。县主可以还我清白了。我从来没有说过是你做的。既然如此，告辞。你可以走，但要跟我去查案。我是太史局官员，如何查案？我知道你去了哪里，见了谁。不信？你呀，去了花萼香灰楼。太史城在上元夜宴时入宫，必定是被秘密召见，所以你不敢说出自己的行踪。你在西南回廊看到了药叉现身，虽只是蛛丝马迹，但你的眼睛和脑子都很厉害，坐牢的功夫便想明白了机关的全貌。确实是萧某匆匆一瞥，随后推演出来的。但县主所说其他，恕难告知。既然县主已知我无罪，属下官告辞。圣上口谕：和亲当前，公主横死，恐有人为祸后宫。太史局太史丞萧怀瑾，智敏无双，见微知著，可与福昌县主李佩仪共破此案。接旨。太史丞，圣上的英明决断，你可有异议呀？圣上还特赐一枚灵符，你可以自由出入兴庆宫。臣谢恩。县主，当务之急是速速查明此案，莫让公主抱恨终天。是。这也是县主安排的。圣上旨意，谁能安排？县主究竟如何得知的？得知什么？客卿出雾女，留指月语，七色青黑，
此项何意？关心者，不可沾，不可断。青黑之色，绝非吉兆，朕心难安。你看看吧。这密折比太史局送进来的还要早3个时辰。这密折来自何处？雾女亦成虚女，主婚嫁。如今宫中只有一回合和亲这桩婚事。正月戊，正是吉日。朕担心有人会借此星象作乱，如果和亲不成，恐后患无穷。传此密折者，其心必异。你帮朕把他给找出来。陈皇后，朕需要一个与朝中各派均无瓜葛之人，所以只能派你前去。臣尽力。这件事情绝不能让第三人知道。久闻圣上格外宠爱县主，但命太史呈查，绝非小事。县主如何说动圣上的？太史丞这是要抗旨吗？不明不白，恕难从免。我本没有必要同你解释，但既然你也对真相如此坚持，倒让我有些惺惺相惜。太史局官员不能随意入宫，圣上又是秘密召见。恐怕是星象出现了恶兆，无非是前朝动荡、后宫不宁之类的。圣上本就不安，现在婉顺遭逢不测，圣上必然会担心此事与星象有关。你与我一同查案，能令圣上心安。若圣上不下旨呢？你走在太史局，自是不了解我。走吧。我独来独往惯了，不喜与人同行。宫灯中爆燃的火药是民间私造的，线索应该在宫外。那我便去查火药的来源。告辞。火药的事，真让他去查。找个人跟着他，别让他出事。是。救火的水桶被人抹了桐油，谁负责这些桶？谁接触过？谁见过什么可疑的人？全都说出来！此人涉嫌谋害宁远公主，若有知情不报者，一律杖50。动手吧。不是。摸过桐油的手一点就着了，既然没人肯说，那就一个一个试。不要！不要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说。是你？不是我，但是我同屋的刘德义，他不见了。一件一件搜。是。杀人了！啊！杀人了！快来人呐！杀人了！叶平安，这名字有些耳熟。就是那个巫女。你对此案有何看法？但说无妨。昨夜郑补缺秘密请叶平安去府上看病，害郑时，管家听见报更后，去看郑公是否歇下，正撞见叶平安持刀行凶。案情简单，但我觉得有疑点。哦，什么疑点？一是匿名报案未免太及时，捉拿太过顺利了；二是叶平安手中短刀并无血迹，且与郑补缺的伤口并不吻合；三是叶平安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行凶，为何要选择有人知道他去看病的日子？这不是增加自己的嫌疑吗？醒醒！哎，醒醒！谁？你们是来审问我的官？犯了死罪，
还能睡得着？不愧是江湖行骗的庸医。不是，啊，这混账！我没有骗人，我是被人追杀才跑到郑不缺府上。我见到他时，他已经死了。这肯定是一个圈套，有人故意嫁祸给我，让我做替罪羊。有理有据。这么说，你是被人陷害？这里面定有阴谋。好，那你不如将昨夜经历的一字不差的全部写下来，如何？好。这是认罪书？你刚刚明明说……我说什么了？我不过是顺着你的狡辩，继续往下编了编，别耽误时间了。签了，快签了，别耽误我们办其他案子。等了半天，等来了一个狗官，倒是劳烦你这位大理寺丞兴师动众来这豫州，假惺惺的审问一番啊。你知道我是谁？有人说你袁嗣成独善其身，从不拉帮结派；也有人说你为人残忍，手段狠辣。你出身芒高，本无机会出人头地，可后来却凭借着战功当了个小官，后又拼命争功得到提拔，这才有了现在这副狗官模样。你文宇。好啊，生的一副伶牙俐齿，不过也是鱼肉一条。这个认罪书你签与不签没有区别，有人会替你完成的。是吗？行，人是我杀的，知道我怎么杀他的吗？我盯着他的眼睛。施展我的巫术，让他自己抹了自己的脖子，就像现在我盯着你这样。巫术也好，骗术也罢，你觉得我会在乎吗？你在我眼里已经是个死人了。我听说那个杀了朝廷命官的人，就是这个巫女叶平安呐。有说怎么杀的吗？说是他给人下了咒。哎，快来，打听到了吗？可不是下咒这么简单，是梦。那个巫女啊，会引人入眠，窥人梦境。是。听说那个巫女可以钻进你的脑袋，一旦你做梦，她就会在你的梦里变成鬼。那郑不缺就是这么活生生被吓死的。端近些。负贼之梦方毕，朕又听闻一梦。臣亦有耳闻，不知与陛下所说是否是同一件？你且说来听听。坊间传有一医女，能窥人梦境，替人医病。这窥梦究竟是怎么窥的？臣如何也想不明白。说下去。这医女胆大包天，竟敢谋害忠君为国的郑不缺，定有人恨不得将她速速定罪。忠君，梁平王李琦生辰时，这个郑源也在宾客之列。他忠的是哪位君呢？你去打声招呼，
让大理寺携那女犯到占路殿，朕要亲自审问。是。没想到袁思成和我这个死人又见面了。思成小时候有没有被烫出过水泡？疼的时候像火烧一样。参见陛下。听闻他能入梦杀人，可有此事？此女靠骗术行医，所谓入梦一说，不过是百姓受到了蒙骗，以讹传讹罢了。正宫一案，此女是用短刀行刺，现如今人证物证俱全，她抵赖不得。陛下，袁思成所言绝非事实。民女虽不能入梦，却能窥梦。民女看到梦中令郑补缺恐惧之人，此人才是凶手。若陛下给民女一个机会，民女可找到此凶手，并查出他杀害郑补缺的证据，以还民女一个清白。陛下，此女一派胡言，她口中的窥梦，无非是信口雌黄。请陛下准许，借民女最不相信窥梦之术的袁思成一用。元清，你就配合一下。是。陛下，民女每次窥梦时都得来口酒。听闻陛下喜爱美酒，可否斗胆向陛下讨要一杯？赐酒。袁思成心智坚韧，但当我提到不要想到火，你脑海中是不是依然会有火焰浮现？袁思成何时最惬意？让我猜猜。回到自己最熟悉的环境，四周寂静，你会独自躺在河道上的一条小船上，头枕双臂，此时你便拥有了片刻的安宁。小心烫！阿娘，阿姨，少成，阿姨，小心！说说吧，刚才元清为何有那种举动？你看到了他什么心思？回陛下，是恨。民女看到了浓烈的恨意。对谁的恨？袁思成的恨来自袁思成刚刚伸出手，是看到了记忆中自己心仪的女子。他张开双臂欲抱时，突然冲出两个孩童，口喊阿耶。袁思成方知此女已嫁作他人妇，难怪袁思成如今如此冷酷无情。这么大岁数了，也还未娶妻，倒也在情理之中了。元清啊，他说的
可是实情？回陛下，叶平安所言，确实是臣的难言之隐。看来，你确实有辨识人心的本事。若留你性命，让你替他人猜了朕的心思，朕岂不是养拥一患？然上苍有好生之德，朕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先救得下你自己。朕给你1日，明日宵禁前找出真相，可活；找不出，依旧是死。1日？是，民女一定不负圣恩。退下。是。陛下，此女窥梦之术虽不似传闻中那般神乎其神，但也确实令人惊叹。哈，哪有什么窥梦之术呀？此女机敏且胆识过人，也许是可用之才，能不能活，就看她自己了。腿软，扶一下。你刚在店里编故事的时候，不还挺巧舌如簧的吗？什么冷酷无情，什么至今未婚。我不过是贪生怕死，想活命而已。袁思成心胸宽广，不会跟我计较这个吧？你如何得知我曾经被火灼伤过？你让我签认罪书时，我看到你手上的疤痕。你方才入殿之前就跟我提及手上水泡的事情，你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用巫术蛊惑我的。我说了，你心智坚韧，寻常的法子没有办法引你入眠。你这巫术哪儿学的？若这也算巫术，那巫术便无处不在。你衣领上的绣纹穿着并不舒服，可你为何还要穿它？因为你认为它更能彰显身份。毕竟达官显贵们的衣服上都有绣纹，你要融入他们，自然要这样。这也是种巫术，不是吗？大理寺虽然已经勘察过案发之地，但我还是想亲自去一趟。1日很紧，不如我们马上。明日要死的是你，又不是我，我为什么要费心思？正渊府外可都是你大理寺的人，没你我压根进不去啊。若你不跟我一起，那我只好时刻跟着你，看看你去哪儿都见了哪些人。毕竟若我明日注定一死，我可是什么话都敢跟圣上说的。袁思成也不想被我拉下手吧？行了，再啰嗦我就扔下你一个人去。既然仵作已经验过尸体，必然能推算出郑伯缺遇害的时辰，而那时